在东北三道岭子有这么一家三口，太太平平地过着日子。可是有这么一天呢，这家妻子突然就病倒了，像是中邪一样，每天晚上都瞪着眼睛数屋顶上的瓦片儿，十里八乡请了好几个大夫都没用。 叫的有点邪乎。爹，怎么回事？黄皮子上门。黄皮子怎么没烧死他？儿子，你刚才说什么？ 黄皮子把咱家大公鸡吃了，我就追上山把他们老巢给烧了。啊！坏了！儿子，听我说，一会儿不管发生什么事儿，老老实实在屋里待着，千万别出去，听见了没？哦。 孙儿啊，你死得好惨呐！
那小孩怎么样了？哎呀，对呀，听着真着急啊。后来呢？后来怎么样了呀？哎呀，别说了，听老弟头讲吧。那孩子倒是捡回一条命，黄皮子索命的说法却流传开了。那到底是不是黄皮子害死了他爹娘啊？哎呀，老毕头啊，你就别卖关子了，我们这还等着听故事呢。对呀，继续讲故事，我们想听啊！别卖关子了，您说吧。怎么样了呀？对呀，怎么着了？故事催人家，还得从孔昭苏第一次下山憋宝说起。所谓憋宝，其实就是在深山老林间寻找天灵地宝。传说藏身在大山大水里的宝贝都有灵兽守护着，二者相生相伴。孔昭苏奉师命下山憋宝，路上听说有个村子闹了些邪事儿。正所谓物之反常必为妖，于是孔昭苏便过来看看是否有宝可憋。谁成想这一去，怪事却接二连三地来了。灯笼、红线、木猫阵，这是憋宝门的阵法。别碰！师兄，师妹，瞧瞧瞧瞧，这是谁呀？你怎么在这儿呀？好久不见。这不是师傅的爱徒孔昭苏吗？师傅派我们下山憋宝，各凭本事。怎么？来这里跟我们抢宝啊？我犯得着跟你抢吗？要不是师傅独传你的象地术，你也能憋到宝。师兄，这里确实是我和大师兄先。师妹，规矩我都懂，我就是过来散散步的。走了。哎，师兄，你去哪儿啊？去别处转转。哼，看你能憋到什么。灵堂棺材，带我来这儿干嘛呀？哦，铁器斗蜈蚣啊，这真有点意思。怪不得白天这么无精打采，原来晚上在这儿憋宝，有点意思。血红珠，哎，哪来的书包？砸明火可不太妥吧？哼，看来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给，哎，我的珠子！一颗破珠子而已，至于吗？破珠子，这上万颗蜈蚣卵里才能出一颗石子儿，雄蜈蚣把它含在嘴里180年才能成为一颗血珠子，当年慈禧老佛爷手里才有1颗，你居然把它喂给畜生了！你居然敢骂我家红小鸭是畜生！不骂它怎么了？我还……
搭把手啊，不能死人重啊！放哪儿啊，大哥？行了，就这儿。快！喂，你们这是要杀人弃尸吗？大哥，不是说没人吗？现在咋办？落在鬼手里，不怕见阎王。这事儿要是传出去，咱们都得死。能让他活着？女侠，女侠，误会，一切都是误会呀！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啊，是这样的，我们仨呀，在山路上碰上他了。当时我们碰到他的时候，他就已经死了呀。不是我们想啊，这不是在山路上，这万一被野狗给吃了，那多不好啊！这不是在逆装吗？所以就给送了你。这一切都是为了他。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闯进来。哎，你个小畜生，回头我再收拾你。大哥，咋还有人呢？别误会，我跟他不是一伙的。你们继续。我管你们是不是一伙的，杀！你们确定要跟我动手吗？3打1，稳赢！不是说稳赢吗？大哥，我们错了，我错了，真错了，还不快滚！滚！哎，我的珠子！山里守了一夜，啥也没打着。唉，命里只有8斗米，走遍天下不满生。娘，打不着东西，咱吃啥呀？唉，娘说的对，哪能天天都让你打到呀？有人吐出来！我跟你说话呢，你个小畜生！你吃什么不好，偏偏吃我百年难遇的血珠子！你还凶是吧？看我！啊？什么意思？告诉我谁告诉你？是不是你主人让你偷的？哎，跟你说话呢！小硕包，还凶是吧？信不信我把你肚子拉开，直接拿出来？嗯，还凶是不是？我就不信拿你这畜生没办法。哟，你醒了？没想到你是金门的人。你怎么知道我是金门的人？我记得我师父跟我说过，金门镇守黄河9道阵眼，守护艮、巽、震3大龙脉。龙脉即风水财位之。我说你们金门的人又不缺财，来这干啥？不说，那这个东西就……我的腰牌。我说你个小畜生！骂谁呢？拿了别人东西是要还的。你还知道拿人东西是要还的是吧？还好，我留了一手。
我虽然是个到处憋宝的，但从来不做受包的事儿。等你这猴子什么时候把我的珠子吐出来，我什么时候还给你。暂时由我保管。你什么你？你们俩在这儿吵什么呢？啊，这吵什么？姑娘啊，你这身体刚刚恢复，还弱着呢。我儿媳妇儿来，给你熬了些中药。放心，俺们一家人都是好人呢。谢谢大娘。谢啥呢？你们也别吵了，俺们去给你们俩做饭。这小两口是床头吵架床尾和。大娘，你来吃饭。大娘，谢谢你肯收留我们。哎呦，客气个啥呀？只要你们别嫌弃就行。大娘，我想问你一下，那个山上捡到死人骨头的事儿是怎么回事？哎呦，这个不是什么吉利的事儿，你问他干嘛？没事，我就好奇，您说说呗。其实啊，一切都是黄大仙闹的。村长害怕得罪黄大仙，不让我们乱说话的。黄大仙儿？您是说黄皮子？这到底咋回事？哎呀，都在一个桌上吃饭了，俺把你们当成自家人，给你们念叨念叨。5年前，屯子里从外部娶来个姓王的小媳妇儿。赶到村子后山的时候，已经是夜里头了。来了！媒婆特着急，看到前面有一队迎亲的队伍，以为是婆家的人特意跑来迎接的，就抬着轿子跟在他们身后。这不去不要紧，一去就出了大事儿了。那媒婆本来是兴高采烈的去跟婆家人打个招呼，来啦！可是上前这一瞅这2个婆家人她压根儿没见过呀，以为是看错了，又揉了揉眼睛，还是不认识。这一回头，整个接亲队伍这都变成了纸人。转过天早上，村里真正接亲的人跑到后山，看见媒婆他们正在密林里的乱坟岗里呼呼大睡着。新娘子的红盖头也被掀开了，轿子里还堆满了金元宝。那之后怎么样了？屯子里有人说了，这是遇到了黄大仙讨亲。黄大仙讨亲？大家本来都觉着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。可没想到当天夜里，新娘子就死在了自己炕上。打那以后村子里就经常死人，大家都害怕，村长就花了钱请严队长他们来护村。不都说了吗？
这当兵的扛枪的肩头有真火，要么血碎，都害怕。哎呀，可惜啊，都无用。又是黄皮子。你爹娘已经被黄皮子磨死了。我到你家时已经晚了。哎，哭管个屁用！想学本事报仇，你就跟我走。再后来，我就跟着师傅上山，学了憋宝。珠子，珠子，快！村长叫我们过去。娘，那我先去一趟。哎，去吧。走。又不知道谁家的姑娘会被送给黄大仙了。祭祀的事儿准备的怎么样了？严队长，村长正张罗着呢。这是大事儿，谨慎着点儿。村长，咱们村都快被黄大仙快长秃噜皮了，你能不能和严队长商量商量，再给咱们缓几天？就是啊，村长，想想办法。咋缓？你去问问那黄大仙，给咱们缓不缓？再说了，自从送了姑娘，咱们村是不是安生多了？当初严队长为了请高人下山，没少花银子。要不，咱们村子早就完蛋了。可是每逢大月，就给黄皮子送个姑娘，这得送到哪个时候是个头啊？这村子都快变成男人村了。要我说呀，干脆我们就直接上山找到黄皮子，把他给宰了算了。这可不能乱说呀！可别乱说话呀，柱子，小心遭报应。你想想，那严队长有军队扛着枪呢，都镇不住。你有什么办法呀？要我说呀，咱们老规矩，抓阄决定。每人抓一把。我操！哎，你干嘛去？我去后山转转。
醒醒，醒醒，孔昭苏！你这是怎么了？这里有瘴气。你怎么来了？我好奇过来看看。哎，你找到黄皮子了吗？ 师妹，师兄，快！怎么了？大师兄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晚上我们在树林里面憋宝，师兄，我们抓到什么了？真晦气，怎么抓住了一只黄皮子？啊，要不还是放了吧？放了？他可出了名的小心眼儿，记仇着呢。放了他，会缠着我们。啊！看我的！哎，师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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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又是黄皮子，先把他带回去再说。师兄，师兄，师兄，麻烦你替我照顾一下大师兄。师父曾经说过，有一种药可以定神驱邪，叫定山香。我想找来替大师兄治病。 你现在惊魂未定，怎么上山啊？你还是留下来，我去吧。我也一起去。你去干嘛？我们金门有关山分水、探渊、凌云四脉，说不定可以帮上你。走吧。哎，我们要去哪里找定山香？观天之法，阴阳四季；象地之法，五行一意。这天地间的万物演变，难逃其律。我们鳖宝门也是靠象地观山之术来进行鳖宝的。我记得师父曾经跟我说过，定山香与其他奇珍异草不一样，一般都生长在极阴凶煞的地方。极阴凶煞的地方，那是在哪儿？ 就是凶木。从象地说来看，这片山脉远近八方府邸，唯有此崖绝口，犹如孤峰独龙。正所谓金克木，土生金，应该是一个土性木弱的地方。说这么半天就没找着呗？谁也找不到，暂时找不到而已。我们金门有听授观山的古法，我可以帮你。 我就不信你能找得到。在我们金门分水一脉中，有一种古法，是利用虫草木兽在地下的生动来判定位置，叫做萤虫听观。懂得分水寻木，遗留100年后的墓穴内尸鳖成群。我可以利用尸鳖的生动
来判定附近墓穴的位置。背山面水，所谓风水宝地，既是凶墓，应该是面山背水之地。利用此法，就应该可以找到所谓的凶墓。看，这儿有一个碑。这上面刻的是什么？这是满文。今国之安定，将军葬于此。这里是前清开国8大铁帽子王的衣冠冢。衣冠冢？衣冠冢就是无尸之墓，就是把死者生前的衣物葬在这里。那定山香在哪里啊？石棺葬甲者，故是阴煞地，应该就在这附近，我去找一找。这就是定山香，走吧。走？你们鳖宝人不就是满山寻找奇珍异宝吗？这有墓的地方肯定就有珍宝。你刚才也说了，这间墓洞的来头不小，你难道不心动啊？天灵地宝，取之有道。我们鳖宝门也有血规，不取阴间之物，不取有主之物。偷葬棺木者，不死非绝。走吧。这黄大仙呐，俺们回避都来不及呢，你们怎么还能惹他呢？还吃了他的崽子，你们不怕他报复啊？哎呦，赶紧让他把这药喝了。谢谢大娘。师兄，这定山香这么难找，你是怎么找到的？就在后山的荒崖上。谢谢师兄。赶快让大师兄喝了吧。嗯。来。以后啊，可别再惹黄大仙了。知道了，大娘。娘，主子，我抽到的卷子。娘，娘，先生，娘，对不起你，娘，对不起你呀，老天爷呀，老天爷，救救我们吧！救救我们吧！别让我的娟子走啊！老天爷啊！主子娘，今夜子时，喜轿就要接娟子走了。尊长，我求求你，你想想办法吧，救救我们家娟子吧！我求求你！认命吧。
娘，时儿不孝，不能孝敬您了。你们可不能这么想啊！娘，没有别的办法了。娟子怕黑，我得去下面陪陪她。你们这不是要了娘的命吗？你确定要替娟子去吗？怎么，你在担心我有危险吗？谁会担心你？时辰到了，你帮我盖上吧。时辰到，送行。起轿！严队长，新娘到了。嘿嘿嘿。哼，好。
这回送来的小媳妇是全村最漂亮的，咱不能便宜那3个色批了。要不您留着？哎，队长，请。您说咱们弄了那么多姑娘，关小山这小子到底行不行啊？他不行，你行啊？这我哪行啊？废什么话呀！快，给送过去。好嘞。队长，白的，这怎么回事？慌什么？哎，队长，你小心点啊！这不会有鬼吧，队长？各位，高人请现身！高人请现身！高人请现身！害怕了，严队长。早就发现你有问题了。你有没有觉得这个严队长有什么问题？你是说，严队长就是那只黄皮子吗？我有个法子可以证实。什么法子？哎呀，这不是黄大仙闹的吗？狗屁黄大仙儿，都是你们自己搞的鬼，让整个村子的人把你们当黄大仙儿一样供着，手段还挺高明的嘛。说吧，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？我这不也是为了全村的老百姓吗？啊，是吧？是。还在这愣着干什么？快去呀！快！给我追！别他娘的留活口！快点！别让他们跑了！追！快啊！快呀！站住！快！站住！站住！开枪！哎，队长！哎，人死了吗？深不见底，必死无疑。死了好。墓找到了？当然，在村后山的荒秃崖上。我就说嘛，跟你合作准没错。这墓可是我用我师弟的命换来的。哼！弟兄们，走着，跟山爷发财去！队长，慢点。关小山，发财呀！这回有的赚了，对呀，发财了！队长小心点儿。哎呀，还真给我找到了！
也不枉我在这穷山沟里待这么久。这回可真是要发大财了！哎，关小山，咱俩可是天生一对啊！从此以后啊，你呀就是天下第一鳖宝人，我呢也做一回万贯家财的大老爷。这要是我们哥几个，那腿都得跑断了呀！上哪找这地儿去？有你的！哎，弟兄们，人人有份啊！都小心着点啊！宝贝别给我弄坏了，快点！打开！这又是何方神圣啊！关山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啊，咱们可是一伙的呀！我平时对你不薄啊。没错，我没说咱俩不是一伙的，但我没跟你说，我不杀你呀。你这家伙暗算老子！师兄，你为什么要杀人啊？不取阴间之物，这是血龟，只有他们死了，才没人知道。可是咱们也不用。只有憋到宝了，我才有资格在师父面前说娶你的事儿啊。咱们先找到宝，好不好？蛇大为蛟，蛟大为龙，这是师父口中所说的用黄河蛟龙的头盖骨所制成的龙骨碗，终于让我找到了。关小山，师兄，孔昭苏，你真是阴魂不散呢。那么高都没有把你们给摔死。你这个装疯卖傻的人都没死，我们怎么会那么轻易就死掉？师兄，你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我和大师兄只是想憋宝，偶然遇见你，才想利用你的象帝之术。我们师妹，不许阴间之物，不许有主之物，不许孤绝之物。你们是想触犯门规吗？我才不管这些，只要憋到宝。用什么方法？不用你来跟我说教。村子里进贡的女人，全部都是你们搞的鬼吧？哼，那些女人啊，我用来祭山神了。即便是触犯了血规，也由他们帮我抵消，用不着你操心。关小山，你不是就要为了证明比我强吗？凭什么害死这么多人？就凭我关小山要证明比你强？论弦外憋宝，我哪一点比你差？就不明白了，师父为什么小的时候都处处袒护于你，就连鳖宝门的象帝术也要独传于你。我才是鳖宝门的大师兄。
不过还好，你以为师傅一直宠着你，但是有件事儿，其实师傅一直瞒着你。你以为你爹娘真的是被黄皮子害死的？什么意思？当初你爹是因为上山采参，失足掉下悬崖摔死的，根本就没有什么黄皮子害人。你娘就是个病痨，死是早晚的，师傅只不过帮她解脱罢了。师傅当初就是因为看你够狠，才编了个谎话骗你上山跟他憋宝。我倒是觉得师傅当初应该早点把你弄死。没事吧？师妹，我们别打跑了，不要再杀人了。孔昭苏，师妹，师妹。孔昭苏，小师妹的命都算在你头上。小心！孔昭苏，你们今天必须得死！杀我可以，但是把他放了，这是我们别跑门的事情。你们谁都别想走！你们谁也跑不了。关小山，我得不到的，你们所有人谁都别想得到！啊！自此以后，
孔昭苏与13姑娘就再也未曾谋面了。这鳖宝人就这么消失了，孔昭苏后来怎么样了？是啊，那后来呢？怎么样啊？怎么样的呀？您就说吧。师傅，这荒郊野岭的，我们憋什么宝呀？跟师傅走便是了。师傅，这是要做什么呀？做菜，水煮阴香。今天啊，是个请客的好日子。请客？请谁啊？等下谁来就请谁啊。这深山老林的，也没有个人啊。等菜做好了，自然就会有人来。那我们为什么不进庙里啊？既然请客，就要迎门相待。哦。师傅，这是什么呀？人参娃娃。哦，我以前听说书的讲过，精怪最喜欢吃这种娃娃了。难道是要给精怪吃的吗？开了灵智的精怪是不会吃的。那你还做它干嘛呀？那些非人非妖的畜生就干。真的有精怪吗？这天地万物生灵都有它的生存法则。精怪虽凶，但也比不过人。善恶对错，也就在一念间。做对了是善，做错了就是恶，但善恶又是什么，谁也说不清。行了，先休息吧，等待客人上门。小屁，小屁，13，你还活着？这是怎么了？13，
你怎么了？你在这里待着，不要动，千万不要进来。哪路的？传话靠嘴，翻山靠腿。哥儿几个赶山的，赶山不进阴阳庙，雷雨惊了不禅宫。哥儿几个手里不阔绰，这是要砸明火啊！说对了，就是要砸明火的。看兄弟身上带着打狗饼，既然是鳖宝的，愣说是赶山的，还绑了我徒弟，这样不符合规矩吧？什么狗屁规矩？我就是规矩。你还没死。师弟，这么多年，我好想你啊。13呢？13，要不是你和13，我的腿也不会残疾，小师妹也不会死。这一枪，我替小师妹还的。不准打我师父！小兵，关小山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山爷，跟他们废什么话呀？一枪崩了得了，咱别宝要紧呐。你觉得我现在还关心这宝吗？地儿我带到了，宝应该就在此处。你们去找宝，这2人交给我。得嘞，山爷，哥儿几个，走着。黄皮子庙里黄皮子洞，应该就是这儿。这洞一看就是千年的黄皮洞啊！黄皮精是不是在里面？可是洞口这么小，咋能给引出来呢？孔昭苏，这么多年你过得好吗？我过得可一点都不好，有伤就痛快点儿。就这么一枪打死你，也太可惜了。倒不如……小兵，
永远都不会告诉。关小山，关小山！13，你到底在哪儿？孔昭苏后来对他的徒弟说：“孔昭苏后来对他的徒弟说，自从见到关小山后，就更加坚信，金13没有死，也一定会在某处找到他。我也相信。”你师父一定会找到13的。血珠。你是当年我对不起你师父和13的。孔大哥和13姑娘怎么还不回来？主子，娘，我不能眼看着他们去送死。娘知道，做人不能没有良心，但是娘不想让孙子一出生就没有爹。其实，您当年守护的是您该守护的人，您并没有错。师父，别保一生，最终方知真正的宝，就是身边守护的爱人。